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 PK 私房菜，那依旧是老规矩，今天大嘴要做一回评委，而且呢给大家还请来一位营养老师，我们俩一起来完成一个评委的工作。欢迎顾老师，哇哦，又见到您了，顾老师，欢迎您。今天有2位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录制，他们是谁呢？咱们在片子里认识一下他们。大家好，我今天这道菜是豆腐皮蘸春卷，希望大嘴和顾老师喜欢。吃过那么多种春卷，这豆腐皮春卷还真是头一回。不仅如此，朱女士心思细腻地搭配了虾米、韭菜，这个都是提鲜的食材呀。又将肉末用姜末炒香，使肉末的口感也更有层次。再卷起来用油这么一炸，这滋味如何？咱得听听主持人他们怎么说。今天我带了一道菜炝腰片儿，在家平常做呢，很受朋友同学们的欢迎。今天我做起来还希望顾老师和大嘴喜欢。刘女士带来的炝腰片可是她宴请朋友时必备的一道菜品。腰子大家都知道，它有一种腥气。刘女士的高招就是巧妙地去掉了腥气的同时，还保存住了腰子的脆嫩感。同时还将告诉您这切腰子的小妙招，究竟谁能胜出？让我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朱女士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了。说实话，我刚才看这片子的时候，我觉得这豆腐皮蘸春卷符合实力。对，没错。春卷呢，这个季节吃恰巧很好。这个菜啊，您是自己是研究出来的，还是跟着您的以前的祖辈学的？我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自己吃出来的。自己喜欢吃春卷吗？喜欢吃。一般在家里的时候都什么时间做这道菜？就是孩子们都来家了，就是平常夜吧，我的孙女有时候爱吃，就去找我，奶奶我要吃春卷，我就做给他们吃。每次都能吃很多吗？吃的都很多。这一道菜吧，别的菜能剩下，这一道菜也没有剩的，没剩过在家里面。那好，看看哈，你这一道菜能不能赢得我和顾老师的喜欢？赶快开始做豆腐皮蘸春卷。这边给您准备好我们的料了，有木耳，有豆皮儿，还有我们这边一点点海米，韭菜和肉馅也要用吗？用，也要用。那好，那咱第一步做什么呢？第一步先把那个肉炒出来。好，第一步，我们的朱女士已经开始操作了。来点油。今天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姬花的国法小榨花生油。这个油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是古代的那种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这也可以切点姜末，切点姜末，来点姜末和我们的肉一起炒一下，把这个姜末切碎了。咱现在炒的这些东西属于是春卷里面的馅儿，是不是？这是春卷里面的调料的馅儿。那我想问一下朱女士，一般我们做这个春卷的时候，在家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做素的。您之前怎么想到做这个肉春卷的？这个肉的和虾米和海米是3鲜，还有木耳，这是3鲜馅儿。那之前怎么想到把这个海米和这个肉放在一起来做这个馅儿？因为海米吧是它含有高蛋白，肉吧它那个可以调节那个味儿的肉的味，那个春卷的味道香。就是说你看哈，今天朱女士来了之后是有心机的，为了讨好我们喜欢，之前先说这个春卷家里人喜欢吃，那我不可能不喜欢吃，对，又说这么多营养，那顾老师也肯定会给他打高分的，因为有高蛋白的。但话再说回来，不一定，因为没吃到之前还说不准你这个真的好吃，是不是？来回炒一炒它，炒一炒，放点酱油，少放一点。这时候来点酱油，可来点酱油会不会使这个馅儿的颜色变得太……不那个，因为它调味儿，酱油可以调味儿，就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给肉染一点点颜色，染一点颜色，看样子很清淡。这道菜您做了多少年了，朱女士？我做了有30年了。做了30年，3、4年了，3、4年。平常一吧，有时候做那个鸡蛋皮的，鸡蛋皮的，又是做春卷皮的。我以后就那是传统性的。这一次吧，我是想的要改一下。就是说，这是您的创新之处，是不是？好，把我们肉馅炒完了，这豆腐皮该处理了。豆腐皮要选薄的，厚的炒着吃可以。薄的就薄的，看起来非常薄。那其实春卷它真得薄一点。对，不然因为一炸
就熟那种啊。没错没错。你这要干嘛？把它搁锅里，把它多少泡一下，因为一泡吧它比较软一些，要泡一下它。哎，泡一下，这样吧它有点硬吧，卷的时候容易碎，所以我们要把它泡一下。这是您的一个小技巧，听到没？您在家里要是用这豆腐皮儿的做春卷的时候，千万得先把这豆腐皮儿烫一下，对，增加它那种韧韧的感觉。性，好像它就比较不容易撕碎。没错，这豆腐皮儿有营养，是不是？对大家都知道它没错属于豆制品一种。哎，它呢对咱们这个就是要一般我们吃豆腐呢，有豆腐啊、豆腐皮啊。其实豆腐皮呢，它的营养呢比豆腐还要好一些。因为它水分少了，所以营养相对浓集一些。所以应该是豆腐当中的精华了。它主要含的营养是什么呢？主要的营养呢，你比如说像蛋白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再就是呢，我们讲呢，含钙量也是比较高的。含钙的量，这是豆制品普遍的一个好现象。但是呢，又以这种豆腐皮啊、豆腐干啊含量更高一些。海米用的热水一泡，这个要是提前泡的话，是不是会更好啊？不好，因为提前泡了吧，它就把营养就流失了。这样我们泡一下吧，泡个2-3分钟就好了，原汁原味儿，原汁原味儿的，怎么样？很棒，老师是不是？怎么样？到处都考虑到营养，考虑到营养。现在吃饭呢，我们真的营养呢是很重要的，没错。所以呢，大家呢都很注意这些小细节，没错。哎，我们把海米泡的时间不要太长。聪明。海米刚才阿姨说了，高蛋白的，绝对的高蛋白。你像虾皮是绝对的高钙质，钙的比较高。这个是蛋白，那个是钙。对，蛋白质可是好东西啊。哎呦，泡一泡它，而且我们是用热水泡一下，不是长时间的浸泡，营养都在里面去，蛋白质都在能把里面。好，这边我们把木耳切一下。木耳可以切一切。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位选手朱女士有点要赢的势头啊，因为赢就赢在营养上，又有菌菇类。是啊，搭配非常合理。一会儿还有一点蔬菜。没错没错。这木耳吧，降血脂、降血压、运肺，起到运肺的作用。好嘞。放在一边备用，放这里面就行。直接放我们这个炒好的馅儿里面。直接放这里跳馅就行。海米放上。其实我觉得，反正咱这个做馅儿，咱在家里做饺子馅、馄饨馅什么的都不炒这个我们这肉丁，直接拌完之后再一炸不也一样？为什么咱这边要先把我们的肉给它炒一下？因为肉炒熟了吧，因为这个春卷吧它炸不透。它不是它要是炸熟炸太透了吧，这个豆腐皮就糊了。你是考虑豆腐皮和里面要统一？对，这个韭菜嘛，韭菜你要炸时间长也就烂了，所以把肉炒熟了，一过油就好了。这边我们再处理一点韭菜，把韭菜切的不要太小了，反正切的大点无所谓。之前做这道菜的时候，怎么想到把这个韭菜放进去的？这个韭菜吧是调味儿，因为韭菜吧，葱花不也一样吗？韭菜吧属于三鲜。三鲜一类的因为韭菜嘛，三鲜馅当中的一个料，它有那个粗纤维。您就重点想突出这个鲜味儿，是不是？鲜味儿，而且富有粗纤维。粗纤维呢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哎呦，很棒！哎呦，用了大量的韭菜。所有的馅儿都已经切好了，现在需要把它们拌一下。自己觉得今天能赢吗？能赢，有信心，有信心。你可是第一个上来，您还不知道对手什么样的，您就觉得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信心来自于哪里？信心来于我做的好，做的比较好。再来点韭菜。韭菜。阿姨平常在家里是不是也经常做菜啊？我在家里经常做菜，也喜欢做菜。有时候出去吧吃饭。我就也看他们做菜就是别人出去吃饭，人家就吃顿饭，你去学艺去了。对，就是你最后你吃一顿饭之后，你学费也没交，然后你还回来学会一道手艺。聪明。再放一点味精。好，来一点点。来一点味精。放一点盐。可是我觉得这时候放盐会不会把这个韭菜杀出水来啊？杀不出来。可以，来一点儿。不用太多，不要太多，不要咸了，咸了就不好吃了。因为海米它有点咸所以少放盐。我话说回来，我其实吃春卷都是在饭店里面吃的，朱女士。您这个如果学会了，我觉得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做了，而且自己做的干净。下一步吧，就是卷我们的春卷，了。
哦，是整个的，我以为是一个一个的包。把就是馅儿摊开，就是说您这个呢是一次性出来一个大长条，给它切成段的这种，炸出以后把它切成段，很棒哦。就可以把它卷起来。这时候卷起来，哎，这个怎么卷呢？就是跟咱们包春饼一样吗？哎，这样以后一搭一边一搭，哎，而您在两侧，然后用这个面给它直接点一点儿，点一点，它就可以粘住了嘛。没错，这是粘合剂。这个还是有点技巧的，这边前面的一搭，两边的一搭，然后再开始卷，不然两边该露馅了，是不是？哎，对了，馅儿裹到里面去，这样卷起它，也就跟春饼是一样的了，这是。哎，可你看这个还真是不能放太多的馅儿，因为你看着薄薄一层，卷起来就粗了。哎，您在家里啊，哎，跟着感觉走。这边是不是也得来点浆糊？来点浆糊，来点酱，哦，把它粘住了。再点浆糊多一点不要紧。好，对，因为你最后封口很关键，不然一炸啪散开了。好嘞，好，现在我们的春卷已经初加工结束了，咱这边呢就开始准备炸了。这个炸它之前啊，这个油温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呢7成开就行了。 7成开，我们这个还要给它断成两半吗？断成两半。可这样一炸会不会它就直接会这个露馅啊？这个呀可以。抹上浆糊。哎呦，抹上浆糊，哎，这个是妙招。这真是招。你整个一条炸的时候呢，哎，不利于你操作。对，这属于是给它上浆的过程。上了一层浆，这可以上锅了啊。可以了，直接这么平着放进去就行了。好，炸它的时候，我们这个要保持7成热，那火力呢？底部的火力呢？火力吧，就这样就可以稳炸。稳炸。一定要小火，就是。哎，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呢？炸黄就好可以了。就是外皮要它炸黄就可以。外面炸酥了，炸酥了。而且你看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粘合剂，就是刚才我们这个面粉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春卷在炸的时候呢，不至于这个馅儿淌出来。你看在里面，很安静的炸。在朱女士的家里面，小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一道？他们都爱吃，都爱吃。哎，假期今年元旦的时候，我就做给他们吃，别的菜没吃完，就这个菜吃完了，就这吃光了，见底儿了，没有剩。其实您是没请我去，我要去的话，您家里不止这一道菜见底儿，好多道菜。好嘞，现在呢，你看到这个外皮已经金黄了，是不是？这个大概要炸到多长时间才能出来这个效果呢？自己看着炸黄了就可以了，炸黄了就可以，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外皮，你看已经黄了，把它可以切刀了。好，给它改刀。哎，这个因为这个豆腐皮很薄，哎，所以炸出来吧非常好吃。哇，很美味的豆腐皮蘸春卷已经上桌了，赶快尝一尝。油而不腻，是不是？外面那个酥皮呢，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干到已经发脆的那种，而是有那么一点点韧性的那种干，而里面呢是软软的那种肉馅儿。关键是韭菜，我觉得韭菜好提味儿啊，是不是？韭菜的味道非常足。实话，我觉得这道菜我很满意，应该是给下面这位选手呢带来一点点压力了。精神压力了。我觉得这道菜也非常好，营养搭配非常合理。不过光吃第一道菜还难以评断出来究竟谁能获胜。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我们的高手给大家带来第二道菜品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点这个擂鼓的感觉，因为呢有另外一位 PK 的高手选手来了。没错，刘女士，欢迎你，刘女士。你好，大姐好，文老师好。我觉得刘女士这个腰片啊有点难，但是我知道很多鲁菜师傅处理这腰子，他们都说这是考验他们基本功的一道菜。您觉得您有胜算吗？我有这个把握，做了多少年这道菜？做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朋友说很好吃，没有异味，比饭店的还好吃呢。比饭店都好吃。那好，那今天就给您准备一下，看看您今天能不能验证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怎么样狂言，是不是？在这边先把这个腰花处理一下。这腰花咱要怎么处理呢？做腰片儿，在家呢最好先把它速冻一下。速冻一下。买回来之后洗干净，把它速冻。那不就不新鲜了？不要时间太久。自动非冻。冻之后，它的切大的片儿比较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就是切到它有一个那样白色的时候吧，就不要再动了，因为它这异味比较大。
它就会影响你的这个菜的口感。对，就肾门，我没错们这个叫肾门的肾门要把它去掉要把它去掉，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输尿管一些位置比较多，对对对所以要把它去掉。它的异味有异味儿。很大。有味儿那好，那咱现在就开始处理，好不好？开始开始处理切。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于我们的刘女士是个挑战，因为人家平时的时候都是速冻过的腰花的，速冻过的腰子，然后人再处理。对我觉得今天哈，咱呢也算给她出个难题，看看她刀工怎么样。说起吃这个猪腰子呀，你看哈，猪腰子有好多吃法都很好吃，比如说一道经典的鲁菜爆炒腰花，对，爆炒再比如说腰花。烤这个牛腰子啊或者猪腰子之类的，对很好吃。那吃腰子有什么样的营养？其实这个猪腰子呢，我们都知道它叫肾脏。肾脏实际上呢，咱们中医讲究以形养形，肯定肾脏是比较补肾的。没错。那么实际上呢，它含的矿物质啊，包括我们的钙、铁、锌这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都是非常高，而且呢，蛋白质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低脂肪的。又属于比较低脂肪，不像我们吃这个肉类当中，你比如猪身上的部位，猪肉的脂肪要高一些，可是它的内脏的部位啊要低一些。实际上，对于一些怕胖的人士，又想补充高蛋白的，吃内脏是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呢，我们对内脏呢都有一个恐惧感，就是说它的胆固醇要稍微高一些。没错，实际上胆固醇呢没有那么可怕。那么而且呢，这个猪腰子身上的胆固醇啊也是不是那么高的，它不像猪肝那么高。对，所以呢可以用，完全是可以的。就在说话间哈，我注意到好像您换了个刀法，是不是？您之前是沿着那个小细角切，对，后来您偏来偏去，因为什么哈？切到这个时候了吧，哎，就不要再继续往下切了。它这种东西异味最大。肾门的就你要远离它那个位置，远离肾门。切到这就不要再动了。对，就所以它围着它的周围吧，切了之后打片嘛。您看我们在处理这腰子的时候哈，您就跟着感觉走，总之您就远离中间这个白色的筋膜就对了。对。刘女士也很聪明，来回转圈的切，转圈的切了，腰子都切完了。这腰子现在已经体无完肤了，你知道？中医讲呢，这个腰子啊是非常补肾的，补肾的，可以补中益气，可以让我们呢吃起来呢，冬天的时候啊需要养肾的节气，所以吃完以后我们就会有抵御寒冷的能力，没错，能够补充先天之源。我想问一下刘女士，在家里面的时候，您经常做这个腰子吗？在这个家里吧，就是同学，同事聚会的时候，必备的一道菜。你这属于是大展身手的菜，还是只是你的小菜一碟？拿手菜，拿手菜，最拿手的，最拿手，这是最拿手的。今天来参赛，对。哎呦，刚才我们那也可以说是下酒的好菜，下酒的好菜。哎，没错，聚会的时候少不了喝点酒，没错，喝酒的时候吃这道菜，而且我觉得它炝的方式还是挺清淡的，相对来讲，是不是？因为它是凉拌，凉拌炝出来之后呢，一看比较色香味俱全嘛。今天如果学会了这道菜，我相信大家以后也跟我一样，可以去选择一个猪腰子做了，不要怕它。那我就提醒电视机前面的你，如果说你也有一手的话，如果说你呢做这个私房菜做的比较好，你平时的时候呢对这烹饪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你报名我们节目，你也可以站在这里教大家来做菜，然后呢我们还有礼品送给你。腰片呢现在已经处理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配料啊也要处理一下。这边配料用的是黄瓜、胡萝卜一根，好嘞。给它切成也是这样的片儿，应该是。切的时候吧，不要切丝，打片儿。打片儿。要这样切。可您这是段儿啊？段儿切好之后再改刀。对，你要做成再改一下刀。再这样。好，改成片儿。根据自己喜欢把那个打皮儿也可以，不打吧，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不打，不打。而且我觉得这个凉拌菜啊，少不了黄瓜这种清香类的这种食材。而且呢，这个黄瓜呢，稍微保留一点皮呢，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没错，搭配颜色。只要你之前清洗的时候清洗干净，可以保留。接下来我们再把这胡萝卜处理一下，也是一样的造型吗？也是一样的。好，给它切一切。胡萝卜不要说的太多，搭配一下颜色就可以了。没错。胡萝卜在凉拌菜里呢，可以起到一点增色的作用。没错。但是呢，如果它太多了，味道不太好。哎，的确，它的味道抢味儿。锅现在开了，哎，还有点烫，那边有抹布。好，哇，一定要记得是开水，然后下锅，是不是？对，直接烫它。开水，放到锅里。哎，属于是像飞水一样。其实这个烫的过程，我觉得你还真得眼睛看着点儿，必须要看着。这个什么程度的时候就已经 OK 了呢？
什么时候看之后吧，它这个血丝已经没有的时候，你再捞出来，找一个在家比较方便呢，就用一个凉开水，事先凉好一些凉开水，凉开水浸泡。就是说你拿出来之后直接要过凉的。哎，就要过凉开水的。哎呦，这过凉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去它那个异味儿，也是为了去异味。而且我发现这个烫的时候，你看你真的眼睛哈盯住了它，就要看它。我觉得现在哈有那么一点点，里面已经彻底啊去了血丝，边上还有一点点。对对。好，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捞出来了。差不多了，看到没有？血丝了就可以，没有血丝了就可以了。颜色呢是属于通体这种浅的这种腰子的颜色。好，时间不要过久。没错。好嘞，好了，鸡蛋都已经给它取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我们的大蒜，准备开始炝它了。凉拌菜多放点大蒜一会儿。大蒜呢给它拍完之后，然后简单切一切它就可以了，放在一边备用。好了，大蒜切好了。好，把这个，把这需要拌的菜，黄瓜、胡萝卜放进去。这个浸泡最好3至4遍。3至4遍来回的泡它。来回泡，换一下水。反反复复的把这个腰片换一下水，反复的放在里一起。来，放在一起。炝菜啊，少不了一个步骤是什么？油，没错。而且呢，这个泼油的过程呢，对这个油的要求呢也是有一定的，不能是我们用普通的油给它加热就行，是不是？咱今天用什么油呢？今天用胡姬花。胡姬花的油，然后我们又给它做成什么样子的？是辣椒油还是花椒？花椒油。椒油，现在先把它调料一下。现在就调味儿。调了之后，放上蒜，再烤油，烤了之后把它泼到里边就可以了。糖少许，来一点点糖。盐呢根据自己的口味淡清正的好，味精，再放一点醋。来点醋。这个醋要什么量呢？最好是适量，少许。好，一点点醋就可以了。再搅拌一下，最后再搅拌一下，这时候搅拌，我们大蒜没放进去呢。现在搅拌之后，把大蒜放在顶上。对，这个时候先腌制一下。好，我们再把那个油锅打开，炝点油，烧热。好嘞，胡姬花的油。来一点点油。今天用的油呢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呢，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个油呢，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因为它是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没有油烟，而且吃起来对身体健康还有好处。这时候直接就把花椒放进去吗？最好花椒和油同时放，这样把花椒的那个香味就可以到油里去了。油和花椒同时放。好。不是油热了放花椒，好像也是用的冷榨的方法。冷榨也是属于是啊，随着油温的升高，使这个花椒在里面释放出来。好，可这时候不容易掌握吧？怎么证明？这个是要细火，要细火，小火，特别小的这种。对。哎呦，可这时候怎么能辨别出来这个花椒炸到下脚刚刚好呢？你要看到花椒变色了就可以了。现在差不多了。就可以关了。OK， 赶快关火。关火。现在把大蒜。放进去，我们这个是不是得放进我们的盘子里？放在它的顶上，放在顶上。要不要放上？先待会儿，最后放的哈。放在顶上，顶部。放在顶上大量的大蒜。刚才放里边就好了。好。现在要把这个花椒盛出来。单独把花椒盛出来，因为它影响不好看哈。而且影响我们一会儿凉拌菜的这个口感。好嘞，我们的花椒油呢，把花椒都取出来了，直接把油泼在大蒜上面去。滋啦一下哦。炝菜中最劲爆的一个环节。好嘞，给它拌一拌，这时候再拌一下，拌一下。直接我们就成菜了，好嘞，可以了。炝腰花现在已经出炉了，伴着一点浓浓的这个油泼大蒜的味道，是不是？很多味儿的感觉。有一点花椒的味道，还有一点蒜香味儿。这个腰子里面还能不能有异味呢？一会儿尝尝就知道了。来，赶快。怎么样？好吃吗？很棒。腰子呢很嫩。而且一点都不糙的感觉，很好吃的一道菜。而且这个油泼的蒜的味道呢，也帮助我们这个腰子去了一点异味，吃起来的时候腰子里面一点异味都没有。
花椒油的味道要浓一些。没错，那么毕竟呢是一个 PK 私房菜的环节，那么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朱女士请上来，一起来做一个判断。来，有请我们的朱女士。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投票的环节了。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举手表决。咱俩不允许相互的雷同的。来，我们彼此背过去说，我们同意第一位女士获胜的，请举手。哇，你也同意？那好，那今天呢，我说说我的理由吧。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位这位女士做的这个豆腐皮儿呢蘸春卷，首先符合时令，而且吃起来的时候那火候掌握得很好，外面酥里面嫩。我的理由呢，我觉得朱阿姨做的很用心，最主要就是它的营养搭配非常好，高蛋白的，然后有纤维，然后有蛋白，然后从我们营养搭配来讲呢是比较合理，而且做的时候呢也是一道大菜了，看起来比较丰盛，吃起来呢又不怎么油腻。没错，我感觉呢油炸的菜呢一般是比较油腻的，但是吃起来很清爽，非常好。我觉得今天我们2号选手他这个花椒油炸的呢稍微有点过了火，如果说能够掌握好的一个技巧，把这个花椒处理那个恰到好处就很好了。